那么川普今天签署了台湾保证落实法，这是众议院啊到几年以前就有个法案，这是加强版的哈。的时候就有。其实当时就有了哈。那终于呢，前天给参议院通过，交给川普去签署了。就是每5年要提交一次评估报告。那原来呢，国务院是2年定期审查，现在5年要评估，而且呢要确认解除原来跟台湾互动时候加的自我限制，包含任何后续的相关文件。美国国会对台湾是很好的但行政部门有行政部门的顾虑了然后国会议员啊都提出很多对台湾友好的法案那将来有4大重点，第一个就刚讲5年1次查对台湾的准则，涵盖后续所有的相关文件，更新的准则要重新发布，完成审后90天要向国会提交报告所以我们的外交部也表示支持了那么另外呢，这个国防预算到底蓝白支不支持？那傅昆萁是说他是国民党总召，他说我们是支持国防的，但是我们不支持凯资军购。现在没有人敢讲不支持国防，都要讲一句我们是支持国防的。但是后面这样那傅昆萁呼吁赖清德到立法院报告1.25兆的军费要巡打，花这么多钱，对不对？干嘛能够带给我什么？要买什么来巡打那但是呢，民进党现在反对了，说不能巡打，违宪。不来选，但是我记得赖清德选总统的时候，我记得他讲过，他当选后要到立法院，而且接受询问他有说那立法院好像已经退了，就是多问多答了，而不是说一问一答了你问5个人，问完了你就答。那问题是他要怎么答，答什么？其实你根本没办法但是他就现在看起来不想来了那另外罗志祥说，我们帮赖总统在立法院办团结10讲配10问，保证他奉公，因为赖清德之前在大半本说不要搞个团结10讲嘛，后来讲了不知道几讲以后就停了害得我那时候都联络好的讲员，我当时说他讲完，我在后面就来评论嘛在评论对不对？总统讲完之后有人评论，否则太寂寞了嘛，都讲好了很多专家就他不讲了都约好了场地也借好了，他就没讲后来就有1、2个在私下什么社团去演讲去讲嘛。那媒体也没报道，他也没发新闻稿出来所以罗志祥说到立法院来讲，你的团结10讲，我们就团结10问好了。那另外呢，因为这个蓝白把它延排审了，暂缓，所以然后赖清德答应来，我们再审再缓列了那民进党就说呢，这个是用国际报告当借口，你们根本不想通过，故意说赖清德来那总统府说，我们愿意合法合宪的去报告，但是呢，我们不要即问即答不可以这样一问一答那另外呢，那1.25亿国防预算被缓列它不是封杀了，就是先不讨论以后呢，不复委呢，中方说实弹射击，联防就是非常大的危机。中方不是常常在搞实弹射击吗？常常在搞演习吗？那另外呢，萧美琴接受美国战情室，不是有少康战情室美国的战情室叫做 War Room 那他说我们会尽一切努力防止假设性的情境发生，因为问了说美国在何种情境下会派兵协防台湾？他说我们要防假设性的情境，就是说，就像那个高士后来后悔了，就以后呢对假设性的问题我都不回答了，因为这假定台湾有事，假定中共这个派军队，日本这是假设性问题。以前走向对这种事情都是假设，我怎么回答你呢？对不对？假设你可以有100种假设那高士就回答了嘛。所以就搞这么轩然大波。不过他也讲了，以后假设性我不会打。所以呢，萧美琴说要防止假设性的情境，老公什么时候打，会不会打，怎么打，防止那你要防止，你不能每天骂人家坏邻居，怎么防止呢？你自己想想看，你如果是习近平，你看着心里爽不爽？怎么他不爽，你就怎么膈应他？怎么不爽就怎么挑衅他？这不是很无聊吗？你得到什么东西呢？那萧美琴说：“我台湾不是要等他人来拯救，要强化自我防卫，成为可靠的伙伴。”这话讲得很漂亮，问题是你自己再怎么防卫，你力量也是不够的，这没有办法了。你就是一个50公斤人，要跟那个重量级的拳击打拳击，不是这个不是你不是非战之过非赢之过，就是差很远嘛。你怎么办？你不是现在美国是要打委内瑞拉，对不对？你认为委内瑞拉打得赢吗？他总统说我要动员30万的兵，你还打得赢吗？不用打也知道嘛，对不对？薛瑞福等这些前美国官员投书说，美国帮助台湾不是慈善事业，对美国也有帮助的。我们看一下。台湾要安全，不要在
赞成郭委员提案，请举手。民进党立委2日举牌喊话，争取要把院版财划法评复委外，也要把总统宣布编列的1.25兆国防特别预算排入院会议程。出席的蓝白立委反对的有9人，打成平手。此时可否同数时取决于主席。那本席决定反对，本席决定反对，本案不通过。不满主席翁小莲的态度，王一川也拍桌。我刚刚没有听到，因为我好。干什么，主席啊？最后1.25兆国防特别条例和院版财划法被挡下，确定无法排入5号的院会议程。蓝白则再度强调，放行的可能条件是总统必须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赖清德总统应该要兑现他选举的承诺，就是针对重大国政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并接受询答。针对蓝白要求总统要即问即答，绿委批评分明就是要拿立院答询作为遮羞布。吵也持续吵，结果没结论，但问题是预计还有的吵。其实我觉得民进党最卑劣的就是一直偷换概念啊，这个花钱不等于加强，这是2件事情哦。那你看像现在执行当中的很多的军购预算，不管是对美的采购，或者是国内自己的这个生产预算都执行啊，但是成果没有出来嘛，武器装备没有交付。那举个例来说，去年蓝白冻结这个潜舰国造的预算，民进党哭天喊地啊，不得了。2025年现在剩20几天了，请问你进度在哪里？还真的就像当时这个蓝白预言的，连第1艘的测试都没有办法完成啊！你现在这样说要去增加国防预算，你不但没有加强海军的军力，那国防部的专业基本上又打了一个好大的问号。那赖清德上个星期喊的这个1.25兆国防特别预算条例，立法院为什么打回票？因为这又是一个只有金额没有项目的画饼式条例。你说蔡英文时期提这个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你看就知道，这个特别预算是要拿来买这个 F-16V 的升级。那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里面就很具体的去讲他要买的项目，包括这个雄升的飞弹系统啦、万箭飞弹系统，他要的是一项一项加总起来需要的钱，那要花的总金额，然后再告诉大家。所以不管从这个行政院发的懒人包，或者是具体的条例内容，完全看不出来赖清德提的这些是要买多少东西，哪些东西要分多少钱，或者你要买的型号，一个都看不见。但是民进党把这一切去脉络化，你不给我预算，你就是不支持国防啊，不支持国防你就是亲共啊，就是一条龙的这个操作。今年对赖清德来讲，总归几句话，我结论都帮他做好。政治这个治理失能，台美关系吃瘪，府院关系撞墙。那接下来为了耍赖发动这个大罢免，已经大失败了。所以大家都看得出来，如果明年2026地方选举溃败，总统兼党主席的赖清德，他就等着完全掰咖哈。那他会重到2019年蔡英文被逼宫，然后有出现连任危机的这个情况之下，所以赖清德要赶快端出一些大菜，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各位要记得赖清德自己就是趁蔡英文2019气虚，想要去挑战他连任的那一个人，所以他当然会想哇塞，我以他现在这个状况，2027也会有人想要去搞他，不就是当年的状况吗？对不对？那赖清德在当时他就去挑战蔡英文，所以他也会想，明年也会有人来搞他。尤其蔡英文很多那个时候用的政治语言，他现在是没办法复制的。蔡英文当时是有这个反送中的这一道大菜可以使用，那赖清德现在怎么办？我自己先煮好了，又重又咸，所以你看他告诉大家，2027年有这个武统台湾然后我这个对美军购要1.25兆，民主台湾对抗共产中国这些道大菜，他就是要干嘛？引发大家的恐慌，然后可以接着顺着去撒币及买这些军购，改善台美关系，然后达成他继续斗争在野党的这个最终目的。昭和哥刚刚讲的这个9·2共识其实他之所以叫共识，有趣的点就是他既然叫共识，但是他也有创造了一个模糊空间，两岸就在这个模糊空间当中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维持现况，而维持现况是现在最多数的台湾人所祈求的，所以才会9·2共识虽然听起来是一个老掉牙的名词，可是时至今日最多人能够理解它的内容，带来了两岸稳定跟这个维持现况，这是民进党想要去挑战，但是我觉得会失败的点。我讲真的，我也常常在想很多朋友有很多学者也在想，有没有一个更好能够取代的？想来想去没有嘛，它就是一个就是大家各说各话，保持一个模糊的空间，但是又能够让两岸能够这个顺利的沟通。那你再想一个，觉得不好，你就想一个出来嘛。那林涛怎么看？
赖清德的团结10讲，我实在很期待第5讲之后的讲。那其实就是两岸跟国防跟外交。那其实这几个部分，我们先帮赖清德做一些课前的预习。你自己看一下新华社讲的中台文连2个文章，他也是在测试中国大陆里面的太阳，也在测试两岸的太阳。结果人家只是新华测水温，赖清德是总统之尊直接对战。这根本格局就不对的，赖清德完全不了解两岸关系。再来，你看到赖总统的1.5年的任期里面，已经有5次，包括联合利剑，包括海峡雷霆。马英九总统任内只有几次，包括使命行动，这就差异很大。为什么？因为两岸的和平让中华民国的护照当时是锁到全球 ，ICAO。WHA 全部都参与，现在哪一项可以参与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别。那你可以看到国际上，美国智库对于 CFR 对于整个预防的这个调性，2019年列入台湾是危机，2021年列为台湾是首要的危机。然后在 ICG 国际危机组织2024年的9月。列为赖清德的务实台独路线可能造成两岸的战争，你就可以看到赖总统的两岸关系是死当。那他今天面对两岸关系死当的关系，他提出什么？他提出1.25兆的台湾之盾。我说真的，我以为我前几天看到新闻里面的爱国者。自台以为那爱国者是爱国者3型啦，中华民国嘛，保护中华民国，结果是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是绝对不认同，我们绝对是中华民国。那重点是这个1.25兆的台湾之盾会有牵涉到，我很快的讲3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 ，IBCS 的系统不能整合，它全部的飞弹都是美国的飞弹，要跟台制的飞弹结合，它根本不行的，所以这是完全不可行的1.25兆的内容。第二个，你去看一下内容，现在中国大陆它的海上军舰是要围岛锁台，你现在做台湾之盾，那海上呢？你做一半呢，你叫做台湾半盾呢。1.25兆基本上是台湾预算的40%几，然后你全部都做一些防空，那我们的海上嘞？第3个，我们看到前面的66架 F-16B， 到现在我们付70%的钱，审计部直接检讨，还没有到货任何一架。那如果1.25兆的 IBCS， 我们已经知道它的系统没办法整合了，中科院也讲说这个系统还没有研发出来，你又要把钱拿给美国，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来，那中华民国的我们的国民的人民纳税钱使用的根本没有效率，所以综上所述，不管是两岸外交、国防，赖清德都是死当，但是我还是很愿意听他团结第5、第6、第7讲。这个基本上了哈，就是美国我们买的武器200亿美金，对不对 ？delay 没有给我们，美国的理由是要援助乌克兰。对。那你现在看乌克兰仗打得怎么样？对。F-16不能给我们，给了乌克兰嘛。很多炮不能给了乌克兰嘛。战车我们不能给了乌克兰。那在乌克兰在战场上到底这些武器表现如何？对。你自己看看啊，对，就知道了啊。那另外，我觉得赖清德说马英九没有红利，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我就总是你对前任要有一定的尊重，至少公平啦，没有叫你怎么爱他，至少公平。乃金刚刚讲直航是一个啦，而且直航我告诉这个故事，马英九自己就决定直航。为什么那年刚好我有什么事情呢？到北京参加一个活动。国台办的主任当时是陈云林，就透过关系，我不跟官方打交道的，我就纯粹就看什么万里长城这些，他就透过关系说能不能见个面。我说好嘛，既然你要求我去见个面嘛，然后他就问我一句话，那时候马英九刚当选还没有就任呢，他说马英九为什么宣布7月4号，我还记得很久，7月4号要直航。对，他问我，我说马英九没有跟你们讨论过，他没有讨论过，没有讨论过。我说那你们会不会拒绝？那我们怎么能拒绝呢？陈云就很直接，他就问我说：“他为什么挑这个日子？”我说：“美国国庆嘛，故意消遣他，他的脸就是开玩笑嘛，哈，就是换句话说，直航就是一个不要从香港绕啊，这是一个。第二个，那个时候老共什么时候越过海峡中线呢？船飞机有越吗？现在天天给你越啊，对不对？他有100多个国家免签证，可以出国，是他任内啊，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参加国际组织。对不对？什么 WHA 啊，什么一大堆，都可以去做观察员了。现在哪一个你能去做观察员？
啊。另外呢，他在任内几乎没有断交过啊，你断了多少国家，对不对？那这个赖清德他那时候经济表现不好，拿了1年，他那不是 SARS 啊什么忘了吗？还有那个金融海啸很严重，金融海啸记得吗？那时候他们下决定，那个李兆玄当行政院长，所有的银行没有上限，全部政府担保，那个很重要，因为避免大家挤兑啊，因为银行都是有一个定额的保证的，没有说无上限的，这下银行稳住，其他稳住。对，遇到这些事情嘛，你这些都不讲，然后说他没有红利，这都是红利啊，怎么没有红利呢？所以马英九如果看到赖清德一定气死了，休息一下再回来。萧美琴去辅选然后呢，台中、新北，民进党提前起跑，他们都希望萧美琴扮演辅选的发动机那萧美琴也勤走地方去辅选，所以呢，苏巧慧说，加分非常赞说这是战猫加持那台中国民党呢，本来大家认为江启臣会一定是8年以前本来他就有计划要出来嘛，有机会了。那因为民调跟这个卢秀燕只差2通电话0.6%，所以呢，江启臣很有风度，这样卢秀燕干了8年，卢秀燕干得很好那现在挺江启臣议员就是不要初选的啦，初选到时候会伤感情啦，所以党部说越快越好，把它协调吧那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主委叫做苏博兴说赶快来协调那谁来接卢秀燕因为杨秋云也要选江启臣要选所以呢，是不是会陷入内战了？到底是用征召的方式？那如果征召江启臣，杨秋云是不是不服气呢？那如果初选呢，会不会这个选过以后大家还心里不爽呢？所以地方有不同的声音，征召或是初选那另外呢，民众党也跑出来一个立委麦玉珍说要选那说呢，为什么这个怒发长文？他说不应该被偏见否定他参选的资格。我是有这个参选资格的，为什么不能选那另外呢，这个萧美琴去助选了，所以呢，现在要把握蓝白整合最后的100天，时间也不多了那新北的那参民调说苏巧慧呢，急起直追李四川那李四川会不会承担选新北市的重责大案？李世忠回答说，现在没有人要我承担所以有人要我选吗？有人要征召我们没有所以呢，这是原住民的议员李富忠武然后就质询这个李四川的那另外宜兰，那民众党已经征召陈婉慧要选那吴宗宪尊重说蓝白谁也不是谁的小弟没有什么小弟大姐大哥都没有小弟小妹那吴思瑶就是你看看。那黄格常打脸这个蓝白合，那陈婉慧已经被征召了，征召无所谓，征召以后还是可以合作，就可以合作，甚至可以办初选或者各种方式嘛，强的就出现就是了嘛，那国民党说人民已经不信任民进党，那征召陈婉慧说被批说是权力分赃，那国民党说你这是这个人民不信民进党的蓝白合的话呢，民进党在宜兰呢就不可能赢的了我们看一下。副总统萧美琴2号下午来到苗栗，带着自家苗栗县候选人陈品安参访微光之丘，与在地文化工作者一起品尝下午茶。过来玩。希望他们刚才讲那个步道，应该至少1季要出来走这个步道。之前蔡总统来没有找我来。萧副总统这话很清楚，备战明年2026，他已经准备好要继续全台跑透透，因为他先前11月21号已经合体岛内参选新竹县长，呼声很高的竹北市长郑朝峰，隔天又马上跟新北市候选人苏巧慧出席公庙点灯活动。萧美琴更是大赞苏巧慧有苏贞昌冲的魄力，被视为绿营辅选首要强棒。萧美琴接连跑地方，也正好都是前往国民党的执政县市，或许盼的就是蓝天变绿地。副总统户籍就在新北，也一直拥有很高的人气。他如果可以多来走走帮忙，当然对市长到议员的选举都会非常加分。2026县市首长这一仗，民进党已经率先鸣枪起跑。好，那民进党另外在云林征召刘建国出战对，来台中麦玉珍出来了，宜兰陈婉慧出来了，民进党打算怎样？
我想首先我要谈一下，现在我们的总统、副总统，总统在忙着搞政治，副总统在忙着搞浮选，所以我说实在了，我的感觉现在是萧美琴很强，那赖清德很弱这种情形，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执政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那我来谈到我们麦一珍啊。那麦一珍当然啊，每一个只要是台中市的市民，他都有参选的权利。那至于今天黄国昌也讲得很清楚，还没有征召以前，任何一个人，就像我现在也有人说我要选屏东县啊，但是还没有征召以前都不算数。那我在想，我们当然麦一珍当然有这种权利啊，他是现任立委，他当然可以去参选。那至于是不是要蓝白合作的情况之下，要来做任何的协调，那这个都可以谈。所以表示意见，麦一珍当然有权利啊。我认为，在我的感觉，他是适合的啊。可是到最后，江启臣、杨琼英到底谁会出现？我认为有一个机制是可以去做评比的。另外一个宜兰的部分，宜兰确实啊，现在看起来。很明显就是要对付，赖清德的他的会长，也就是林国璋。这个林国璋啊，当然他是白纸一张了哈。那事实上来讲，赖清德钦点，我可以讲，他最起码在宜兰里面有一半的民进党也是反对的。为什么？他们很讨厌空降，然后用特权就可以直接征召，这一点当然是可以一搏。所以我是觉得陈晚会今天征召，是因为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通过征召，可是征召的部分绝对不影响蓝白合未来，只要把这个制度、把这个方法找出来是合理的，强的而参选，我相信陈晚会这个部分他也会遵守。我觉得蓝白还是需要保留一个空间啊，因为毕竟啊，两个合在一起啊，才会让我们2026才是有机会来大胜啊，这个是绝对是毋庸置疑。不管在县市首长或在议员的席次上面，虽然我觉得这有困难，所以要启动这样的一个机制啊。我觉得萧美琴对我来说，因为我跟她一起参加过这个女性高峰会议啊，我们两个各自代表政党哦，我觉得她是一个相当在辅选上面绝对会比赖清德加分。所以为什么现在所有的人都要投她去？因为赖清德来加分扣分大家都不知道，反正他这样讲话，大家觉得哦还要再思考，然后都敬而远之。所以这时候萧美琴出来这个走动哦，我个人来说，特别对女性选民来说，像不管是苏巧慧或何欣纯，巴不得她天天来，然后赖清德远远的放在旁边啊。这就是萧美琴，我个人认为她未来在2026当中会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辅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那至于台中，我说实在的，杨琼英会宣布，我们都有点惊讶。所以说，她虽然说被跟江启臣站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姐弟登山一同努力，难怪江启臣会说她的姐姐为什么这么多？之前有个鲁秀燕姐姐，现在有个杨琼英姐姐，这个小弟弟真的也实在是有点无奈了。但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个人觉得这个来说的话，真的是不要透过初选。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态势已经蛮清楚了，我觉得党部倒是可以用一个民调，然后给各位候选人来看，然后等大家都完全同意这样之后，再直接公布，直接不要公开。你知道那个民调就像我们现在民进党，拜托啊，你像说苏巧慧，她跟这个李四川是什么都，她现在还是台北副市长，她什么都没有动，她就可以民调就这么高。我们高雄的民调是4个人已经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去了，我们就只靠一张嘴巴，这种东西你就知道初选它所耗费的能量、那个财力等等当中，你要叫江启臣跟杨琼英在一个我们还有办法掌握的状况之下，两个这样去拼斗嘛，我觉得这对国民党来说都不是件好事。总而言之啊，我个人觉得，对于一些我们的县市首长，应该就是赶快拿定主意，在12月底之前能够把它全部提名完毕，让我们可以面对。不要忘记的，民进党是财力、人力，他们这些的组织战，他们的各方面赢我们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赶快尘埃落定，我们好好来拼斗这个。休息一下再回来。王世坚坚持不选台北市长，他说我是228受难家属，我不愿意再输给蒋家这一代。那为什么一定会输呢？
选举可能会赢啊，哦，那他说他市长心目里面有谁可以选？郑丽君行政院副院长、徐国勇秘书长、庄瑞雄委员，还有高嘉瑜委员都是很优秀的，尤其郑丽君学养俱佳，才貌双全，个性好，而且愿意听不同的意见，所以很适合担任地方首长。哦，所以郑丽君非常适合，而且郑丽君是有胜算的哦。那另外呢，这是新北哈，这是这个台北啊。另外呢，台南啊，陈亭妃抛出科技三轴大蓝图，你林俊宪说我没有政见，丢给你看哦。后壁花卉园区就是生物科技，南科高科技半导体，沙仑绿能科学城，你看都有了哦，又有高科技，又有绿能，又有生技啊。那另外呢，台南初选他们要辩论了，政见会了。那林俊宪坚持要给大家提问啊。那陈亭妃说不行，说呢，如果一个人讲30分钟，结果呢，你现在又提问，结果变成申论结论各讲10分钟，我需要时间，我不怕被质询啊，不怕被问，但是我要时间讲我的这个想讲的话啊。那林俊宪说要让大家提问，让市民看清楚到底谁是真材实料，谁是空心草包哦。那林俊宪呢说，当时陈亭妃跟郭信良策动叛党去支持李全教啊。那另外呢，陈水扁出来了，陈水扁台南人啊，哦，他说呢，陈亭妃是谢龙介的天敌，所以呢，他希望看到首位女市长守住赖清德本命区。陈水扁就很奇怪哦，在高雄又支持邱莹，对不对？在台南又支持陈亭妃，都跟赖清德唱反调的哦，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根据最新民调，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当中，王世坚可是第1名，但他也松口不选理由。我是228还有白色恐怖的受难家属，加害我们的是他们哦，蒋家的父亲、祖父，我的父祖辈受害。那到我这一代的时候，我竟然又输给他的下一代，说自己就是怕输给蒋家，让家人丢脸。但王世坚的不参选宣言，或许也让释出民调的吴怡农松了一大口气。而先前说，如果这些党内操盘手这么会选，大罢免不会有这样结果的他，引起了民进党支持者不满。吴怡农也再度发文说，以自我反省，他的用词跟沟通方式造成了误解与伤害。他是很肯倾听各方意见的人。我刚刚提到的庄瑞雄、徐国勇为什么那么好？就是说他们都担任过议员，担任过立委，所以他对我们台北市非常的了解。他们2位都了然于胸，所以可以说，马上就上手。只是面对吴怡农这个人选，王世坚这番话，或许态度已尽在不言中。但面对于往内互打、寻求连任的市长蒋万安，怎么看？还有一段时间啊，我们现在都专注在市政上。2026首都之战，谁都没有失分本钱。没有。王世坚乱点鸳鸯谱啦，我是觉得这个他当然会有很多的建议，但是实际上在选队会评估的人选里面，我觉得还是会力求稳健的哈。那当然，秘书长有提到，就是说有很多的大咖哈，我觉得我也相信是这样，就是说，毕竟台北市是太重要的一个地方哈，对整个民进党来讲，就算胜算不高，还是要稳健的在顾好我们基本盘，就是包含我们的这个议员的席次。所以你说去出奇兵啦，或者说这些很哗众取宠的这个选项，我觉得民进党应该是不会考虑了哈。所以我想王世坚不想选没关系，但是不要乱点鸳鸯谱，让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有点混乱掉。或者说，当然大家可以看这个选举过程当中还是要热闹一点啊，有趣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但是大家不要太当真了哈。佩君，你看这个民进党的议员自己出来灭火，因为王世坚委员其实已经多次公开表态说他不愿意选台北市长。可是我觉得大家观察一件事情哦，他刚刚在这受访的时候推荐了他心中的第1名、第2名、第3名，包括郑丽君、徐国勇、庄瑞雄这3个人，基本上完全不是现在绿营积极表态，或者是这个已经被媒体点名，然后看起来这个很有声量的人选，这是最有趣的事情哦。这3个人里面，除了郑丽君有爆派传闻之外，徐国勇跟庄瑞雄基本上还没看过哪家民调
调把他们纳进去里面了。所以我认为王世坚的话中之话，与其说他支持这3个人，不如说他不支持我刚刚讲的声量或者是主动表态的那几位，包括什么沈伯洋啊、林右昌啊、吴怡农、苗博雅这几位动作比较积极，或者是侧翼敲边鼓敲得最响的。你知道为什么吗？王世坚说他自己不想选的原因是不想输给万安，所以你可以理解说他应该知道2026年蒋万安是可以顺利连任的。那民进党不管推谁都会是一番苦战，可是他口中的替代人选绝口不提刚刚讲的声量最大的那几位，我认为他想的是已经不是说能不能赢，而是说你不要搞出一个不但不会赢，而且还会拖垮全国选区的那个大破口，把败票效应扩大的票房毒药。我认为这才是王世坚内心想的。那当然了，民进党现在在2026的提名步调是走在蓝营前面呢，可是对参选人的短期冲刺是会有帮助。但提醒大家，这个县市长选举不是一个50公尺或100公尺的短跑，它是一个长跑，甚至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42公里的马拉松。所以，与其说这个起跑冲得快，不如说后面的配速、呼吸做得好。所以，我觉得蓝营的支持者也不用对现在这个民进党的提名动作走在前面太过焦虑或紧张了。令浩。其实王世坚他的表态非常有层次。第一个层次当然是他不想选，他一定不想选嘛。那第二个像佩君讲的，就是说啊，他先把那些现在已经表态，他觉得声量很高但不会上，而且会破坏全局的人先排除掉。可是他最后一层的想法是什么？是我不想选，可到最后如果真的民进党要我选，要我表态的时候，你也不要到最后才用郑丽君、徐国勇跟庄瑞雄来将军我啦。其实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吴怡农，他说吴怡农自己说是最佳第2选择，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人选举说我是最佳的第2选择，那为什么要选你？都说你自己是最佳选择了，就是说我王世坚最强。那王世坚也说，那其他人这个也很棒。所以其实民进党他们在台北市是陷入一个焦虑，可是你看哦，他们在宜兰、新竹县、嘉义市、彰化县跟云林县是来势汹汹的哦，每一个人提名都胸有成竹，觉得你们蓝白在目前是陷入一个机制还没整合、人选还在争论的阶段，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在这个过年之前，蓝白各自中常会核定的机制会非常重要，而这个人选希望不是说一定要为了整合而整合，而是要为了赢而整合，要能够赢来。乃进，我觉得刚才佩君讲到一个是很大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如果说民进党不管是沈伯洋或是徐国勇来站台北市长的话，那很有看头哈。但是呢，所有的话题呢就会到这什么抗中保台啦，什么这个部分，然后蒋家的后代啦，然后这些转型正义啊这些问题上，其实那个焦点整个就都会在台北市了。这个搞不好会拖垮民进党其他的地方的选情。这不要忘了，赖清德现在呢一直在猛打这个抗中保台盘，他以为这个作用呢，它的会显现。他们都完全忘记裴洛西来台的那次的效应。我已经讲过了，裴洛西来台之后，赵先不就讲，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吗？这个在当年的这个选举里面的确是产生作用的。所以说，民进党不要这么的愚蠢，打这样子的一个算盘。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呢，真的是要加紧步伐啦，哈。不管是在12月底，最迟1月底之前，一定要让这些县市首长这些的提名呢都定位，否则的话呢，虽然说它是一个长程赛，但是呢起跑太晚，然后特别是在春节期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拜票时间，不能够落后太远。来自，所以说我们打算完全力拱沈伯洋来出战台北。